各位早上、中午、半夜起夜的朋友们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今天让我们聊聊伊朗的暴乱。从现在的局势上看啊，伊朗国内混乱的程度要比22年头巾危机时候更加危险啊。1月3日啊，美军抓捕了马杜罗的消息，让伊朗的政界大为震动啊。现在呢，伊朗军队内部开始传出抗命的消息了，国家货币已经崩成废纸。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们最早上街游行，他们曾经是革命的领头者，如今他们重新高喊着要埋葬统治者。这个坐在石油金山上的神权国家，怎么又是石油国家？是不是真的要走向崩溃了呢？为了看清楚伊朗现在的乱局呢，除了理顺近期暴乱时间线，还要将视角看向更久之前的历史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宗教之中挖掘答案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啊，这场席卷全球的动荡，它并不是某个野心家或者某个势力策划的，经济的破产才是人民上街的第一原因呢。其实伊朗这几年的经济啊是非常糟糕的，特别是近期汇率那个雪崩啊，在2025年12月31日啊，伊朗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什么程度？跌到了1比145万的历史大关。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呢？直接原因啊，就是2025年9月，当时英国、法国和德国彻底失去了耐心，因为伊朗拒绝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受损的核设施啊，于是欧洲借此启动了联合国快速恢复的制裁机制。这一刀下去，原本被美国就制裁的半死的伊朗贸易就彻底断气了，外贸储备耗尽啊，通货膨胀直接冲向了90%的恐怖区间。在这经济的连锁效应里，伊朗国内的补贴也就该取消的取消了。伊朗总统佩泽时间为了省钱呢，在2026年1月1日取消了基本物资的优惠汇率补贴。过去呢，政府出钱让穷人吃得起面包和油啊，不过现在政府就没钱了，大家也就得按照市场价购买。再加上12月中旬上调了油价，这种连续的打击让数千万伊朗人直接跌入了贫困线以下。还有一个时间更久，如今已经尾大不掉的问题。伊朗的革命卫队啊，已经控制了国内30%的经济体量，特别是电信、能源这种核心产业。在这个世界上吧，军队经商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特权和腐败啊。伊朗如此，委内瑞拉如此，越南也如此啊。几十年过来，养着军队这么庞大的吸血虫，必然会造成如今经济崩溃的局面。而过去40年来，伊朗一直吹嘘他们的抵抗之湖啊，也就是靠着黎巴嫩真主党、加沙的哈马斯还有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来充当盾牌嘛。但是他们如今都被消灭了。最惨的是2025年6月，以色列和美国发起了为期12天的战争，就直接轰炸了伊朗境内的核心设施和军事基地。伊朗人就突然发现啊，政府花了几百亿的美金却一点用都没有，而敌人的炸弹呢就已经落在自己家门口了。所以2025年12月28日，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呢就被推倒了。动荡是从德黑兰的2个电子产品交易中心开始的，商人因为汇率波动无法标价了，所以就直接关门停业了。随后呢，就有着革命心脏之称的德黑兰大巴扎就加入了罢市啊。到了12月29日到31日啊，抗议迅速从德黑兰扩散到了21个省份。在赞詹和哈马丹，年轻人的口号不再局限于物价，而是直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，喊出了哈梅内伊今年必倒的口号。为了阻止串联啊，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断网，监控网站上可以看到伊朗的网络流量下降了35%。12月31日，在阿斯纳等农村地区，安全部队就开始动用实弹了，血腥味一下就在空中蔓延开了。新年的第一天，这个阿斯纳爆发了抢枪事件，安全部队直接就打死了包括一名15岁少年在内的多名示威者。到了1月2日呢，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那句著名的子弹上膛警告吧，称美军随时准备救援。当然我觉得吧，美军可能就是威慑大于实际行动了。但与此同时呢，一向动荡的西斯坦皮卢支斯坦省也加入了战场。著名的逊尼派教长阿卜杜勒哈米德公开支持抗议者，他称伊朗人的生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。2026年1月3日至5日啊，这是最血腥的几天。1月3日，在伊斯兰省的马利克沙西，革命卫队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了。
造成了5人死亡，30人受伤。随后呢，就为了抓捕囚犯啊，安全部队就直接冲到了霍梅尼的医院里去抓人。目前呢，伊朗全国已经超过285个地点爆发了游行，死亡人数至少36人啊，超过2000人就直接被扔进监狱里了。面对这种全方位的暴乱啊，伊朗政府目前的反应可以总结为4个字，就是生存模式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月4日的演讲中，把示威者划分为抗议者和暴徒。他说，抗议是正当行为，但是暴徒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雇佣兵，必须放在更适合的位置。司法总监埃伊杰就更放狠话说，这绝对不能怜悯这些暴徒啊！这种定性就是在给军队发物理镇压的许可证。当然，政府也知道光杀人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的。佩泽什基安呢就宣布了一项高风险的经济补偿计划，要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每月大概7美元的现金补贴啊，试图以此平息街头上的游行和怒火啊。但是区区几美元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啊，那就是杯水车薪啊。还有一件事让德黑兰很头疼，由于在6月份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碎啊，所以哈梅内伊在12月份撤换了大批的空军和防空指挥官。讽刺的是，一些退休的准将居然出现在现在抗议的队伍里了，而且还有部分的军队表示公开反对政府的暴行。现在的伊朗政权手里虽然有枪，但是很有可能啊，第2天他就不知道枪口会指向谁了。现在暴乱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啊，反而不断升级了。在游行人群中还有一种声音啊，就高喊着让巴列维王朝复辟。在1979年之前啊，巴列维国王虽然是个独裁者，对，他就是个独裁者，但他推行的是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。那时候德黑兰可以叫做中东的巴黎啊，女性可以穿上超短裙去上大学，经济增长呢达到2位数。但是国王的改革其实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啊，出了德黑兰就是遍地的贫民窟啊。再加上他对宗教势力的压制，最终让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左派就联手了，把他赶下台了。霍梅尼上台之后呢，就建立了全世界最奇葩的双重权力系统啊！就是伊朗，你看吧，表面上有总统有议会，但实际上最高领袖有1票否决权。这种体制导致了权力的极度腐败和低效。革命卫队它不是军队啊，它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，控制了国家30%甚至更多的经济。最严重的问题是降智啊，在伊朗的体制里，忠诚永远排在能力前面。你不需要懂经济，只要会喊口号就可以了。你不需要懂技术啊，只要对领袖绝对忠诚。再加上西方的渗透啊，定点清除了关键的人物。到了2026年，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够处理复杂危机的精英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游击队伍里亲君主制的口号就很响啊。老百姓并不真的想要一个新国王，他们怀念的是正常的生活。他们发现这折腾了47年，这个神权政府除了制造恐怖、禁锢思想和赔光家底，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。现在的伊朗正处在一种脆性韧性的状态，说它有韧性，因为这套庞大的压迫机器它还能运转。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利益啊，跟这个政权是高度绑定的。如果政权倒了，这些高级将领不仅会失去他的财富，还有可能被送上绞刑架哦。所以只要他们还能弄到钱发工资，军队就会继续效忠。但说它脆，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接近归零了啊。因为根据2024年到2025年多项调查表明，超过70%的伊朗人其实是对政权不满的。现在的僵局在于，抵抗者虽然有勇气，但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和领导；而政府虽然有枪，但已经失去了维持国家运行的基本能力啊。哈梅内伊已经86岁高龄了，关于他逃往莫斯科的路线的传闻啊，其实反映了统治精英内部极其的不安和互相不信任的感觉。伊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神性理想被现实逻辑击碎的悲剧。统治者试图用几千年前的教义来治理一个活在21世纪拿着智能手机的民族，这本身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实验。2026年的这场暴乱是伊朗神权政府终于到了该被清算的时候了。如果接下来再发生一次基层的军事政变啊，或许再来一次像委内瑞拉一样的外部冲击，这根钢丝可能真就断了。伊朗需要的不再是那几个将军的走马换将，也不是每个月几美金的封口费，
它需要的是一场关于身份、法治和现代化的彻底重建。好了，本期关于伊朗局势的深度复盘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五人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算可以，记得点赞关注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